說起黃子佼這個名字，台灣娛樂圈的人可能都會嘆口氣。這個曾經拿過2座金鐘獎的主持人，最後竟然是以這種方式收場，實在讓人唏噓。今天咱們就來聊聊這位佼佼的人生軌跡，看看一個人是怎麼從頂峰跌到谷底的。1972年出生的黃子佼，10歲時母親離家，15歲時父親出車禍，家庭變故讓這個孩子早早就得獨立。不過他運氣不錯，遇到了貴人張小燕。1988年16歲的他參加華視青春大對抗比賽出道，從此進入主持界。說實話，黃子佼確實有2把刷子。1994年他加入超級星期天，和張小燕、庾澄慶、吳宗憲這些大咖搭檔主持。那時候的他才20出頭，就能在這種大制作裡站穩腳跟。2000年和2001年，他憑這個節目連拿2屆金鐘獎綜藝節目主持人獎。要知道，在台灣主持界能拿金鐘獎，那可不是鬧着玩的。到2019年，他的個人演藝年收入達到新台幣4500萬元以上，換算成人民幣也有1000多萬了。這收入在台灣藝人裡算是相當不錯的。他不光主持節目，還出書、發專輯、導電影，可以說是全方位發展。兩岸3地到處飛，各種大型晚會、綜藝節目都請他主持。但是事業順風順水的黃子佼，感情路卻走得磕磕絆絆。這裡面最有話題性的就是他和小 S 曾寶儀的三角關係了。1996年，黃子佼和小 S 開始高調相戀。那時候小 S 才18歲，黃子佼比他大5、6歲。小 S 當時有多愛黃子佼呢？她主動追求，還大方向媒體宣布戀情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她有這麼個男朋友。2個人談了4年，外界都以為他們要結婚了。結果2000年發生了什麼呢？當年10月8日，小 S 在英國遊學時接到黃子佼的越洋電話提分手。注意是在電話裡提的分手。分手原因也很直接，黃子佼說他愛上了曾寶儀。更要命的是，曾寶儀是小 S 的閨蜜。小 S 還專門跑去質問曾寶儀，人家當時流着淚發誓說沒和黃子佼交往。結果呢，2001年5月，曾寶儀被拍到連續3晚走暗巷後門進黃子佼家裡。到9月份，2人被拍到同遊大阪牽手逛街，飛機上蓋同一條毯子，這下徹底坐實了。小 S 在節目中淚流滿面，大 S 更是直接罵黃子佼不是人，黃子佼一時間成了千夫所指的負心漢。這件事對他事業打擊有多大呢？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沒有工作，人氣大不如以前。反倒是小 S 摘下牙套，跟着大 S 學美容保養，2005年還拿了金鐘獎娛樂節目主持人獎，事業反而更上一層樓。黃子佼和曾寶儀的戀情呢，雖然都談到談婚論嫁的地步了，但因為曾寶儀的媽媽不喜歡他，最終還是分手了。寶媽覺得黃子佼是一個上不會討好長輩，下不會哄好晚輩的人。不過時間真的是良藥。2010年金馬獎上，小 S 和曾寶儀擁抱和解。2015年，黃子佼上了《康熙來了》，和小 S 上演了世紀大和解，2人在節目中幾度落淚。同年的金鐘獎上，小 S 拉着黄子佼和曾宝儀3人一起上台合照，來了個大和解終極版。這事兒看起來是翻篇了。2014年，黃子佼和比他小19歲的藝人孟耿如開始交往。2015年金鐘獎上，他向孟耿如求婚成功。2020年3月5日，2人登記結婚。2022年5月19日，孟耿如生下一個女兒。那時候的黃子佼事業家庭雙豐收，看起來人生贏家的樣子。但是誰也沒想到，這個看起來光鮮亮麗的主持人背地裡卻藏着這麼大的秘密。2023年6月19日，旅法網紅 Zofia 在 Facebook 上指控某男主持人在她17歲時強吻拍攝未成年少女私密照片，文中線索指向黃子佼。黃子佼當天拍攝影片承認犯案。然後他做了一件更瘋狂的事，酒後網絡直播加碼爆料其他藝人，說大小 S 吸毒之類的。直播後不久，他疑似自殘，被轉送到林口長庚醫院。你以為這就完了？更大的雷還在後面。檢警在偵辦性騷擾案期間，在黃子佼的個人硬盤中發現了上百部色情影像，其中有7片為兒童色情。這些影像是從有台灣 N 號房之稱的偷拍論壇創意私房購買的。而且黃子佼還是高級會員。
2024年4月，台北地檢署最初給予緩起訴處分，要求繳納新台幣120萬元，並寫悔過書。但這個處理引發了輿論炮轟，大家覺得處罰太輕了。2024年5月，檢方重新偵查，提起公訴。8月進一步查出，受害者除了先前的7人，另有41人為未成年。黃子佼持有的性影像多達2259部，受害者達35人，年齡介於10到17歲。注意啊，最小的只有10歲。2025年4月，檢方又追加起訴，再查出12名未成年受害者，共586部性影像。2024年12月3日，台北地院宣判黃子佼處8個月有期徒刑，並科罰金新台幣10萬元。2025年11月，二審判處1年6月，緩刑4年，義務勞務180小時和法制教育3場。更諷刺的是，黃子佼在法庭上聲稱購買影片只是紓壓，沒有全部看完，認為自己僅是持有而無拍攝行為。但法院調查發現有詳細購買記錄，根本不可能是無意間看到。他在庭審期間改口不認罪，不願賠償受害人，這態度實在讓人無語。這件事對他家庭的影響也是毀滅性的。孟耿如最初選擇力挺丈夫，說會一起面對，但輿論壓力實在太大了。她主演的《我們與惡的距離2》都被觀眾抵制。孟耿如的親友透露，她之所以沒有第一時間離婚，是因為她弟弟23歲時輕生身亡，她一直很自責，擔心黃子佼也做傻事。2025年5月21日，孟耿如和黃子佼辦妥離婚手續，結束5年婚姻。10月21日，黃子佼在高等法院二審開庭時親口承認已經離婚，還說自己需要支付贍養費。據報道，女兒的撫養權歸孟耿如，黃子佼的財產作為日後撫養費使用。從16歲出道到50多歲身敗名裂，黃子佼這一路走來，前半程可以說是台灣綜藝界的傳奇，後半程卻成了社會新聞的主角。他的事業巔峰時，年收入4、5千萬台幣，拿過2座金鐘獎，主持過無數大型晚會。但最後呢，因為持有未成年性影像，不僅斷送了自己的事業，還拖累了家人，妻離子散。這個案子也暴露出一個嚴重問題：那些偷拍論壇背後是一條完整的黑色產業鏈。如果沒有人購買，就不會有人拍攝和販賣。每一個買家都是這個罪惡鏈條上的一環。黃子佼作為公眾人物，本應以身作則，結果卻做出這種事，真的是辜負了所有支持過他的人。師父張小燕曾經在事件爆發後自責沒把徒弟教好，但這種事真不是教育能解決的。一個成年人知道什麼該做，什麼不該做，知道什麼是底線，什麼是紅線。黃子佼選擇去購買那些影像，就是選擇了成為幫兇。現在回頭看，那些年他在鏡頭前的笑容，在頒獎台上的風光，背後藏着的是這樣的陰暗面，實在讓人不寒而慄。或許這就是人性最可怕的地方吧，你永遠不知道一個人在你看不見的時候會做出什麼事來。黃子佼的故事告訴我們，無論你曾經多麼成功，多麼風光，只要做了違法犯罪的事，最終都會付出代價。法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